2023年，中国军费正式出炉，总额达到创纪录的 1.55 万亿，涨幅也是同样破纪录的 7.2%。此消息一出，立刻引发全球关注，免不了要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把中国威胁论这盘烂菜再端出来继续炒作。但显而易见的是，不论是美西方国家如何造谣污蔑，中国军费是中国内政问题，根据中国自身国防力量建设实际需求发展来决定，这是不受到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涉和阻挠的。美西方除了一如既往的动嘴上功夫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对于广大军迷朋友而言，新一年的军费火热出炉，最为让人关心的莫过于是这笔钱对我国军力增长和更广泛的国防建设事业有什么帮助。如果是单论 1.55 万亿人民币的军费总额来说，单价60亿的05大驱能买260艘，6亿一架的歼20隐身战机能买2583架。我军在建的最新批次改进型 052D 单价34亿人民币，如果用 1.55 万亿全都采购这个的话，那能买455艘，比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海军主力舰数量加在一起还要多。当然，纸面数字上的军费总额有多高可以这么去形容，但实际操作起来的账面开支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拿号称全球军力第一的美军来对比，尽管美军2023财年的军费开支狂飙至8579亿美元，同样创下历史新高，但看似庞大的美军军费，实际花起来那又是另一件事了。因为美军历年来积攒下的工业化和军事项目成本失控等严重问题，如今的美军不但面临着装备采购费用居高不下，在同类型装备上的采购报价上超越中国数倍乃至数十倍不止的问题。装备研发过程中的项目成本失控问题呢，更是令美军积重难返。举例来说，美军一艘福特级航母实际建成的价格是130亿美元。尽管不知道我国航母确切的采购价格，但根据大致成本推断的结果，也就是美军航母造价至少在我军新锐的福建号航母的8倍以上。在项目管理无能、成本失控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则是美军最新一级的战略核潜艇哥伦比亚。它是美国海军历史上最烧钱的装备，没有之一。目前尚未建成，光是先期研发和建造经费就已经砸了157亿美元进去。美国海军先后几次向国会申请追加拨款，否则这美军的下一代战略核潜艇它就得停工烂尾，造不下去。哥伦比亚级核潜艇最终建成价是多少仍不好说，但保守估计至少会突破160甚至170美元大关。而与之对比，军费水平别说和中美比，就连跟印度都比不上的俄罗斯其新款的95A 型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单价也被控制在仅7亿美元左右，实际不开量产之后，其建造成本还会进一步降低。换言之，美国海军一艘新锐潜艇的造价是俄海军同类型潜艇的22倍，这也解释了美军新锐潜艇为什么拖拖拉拉总搞不定，造一艘都费劲，以及军费拮据的俄罗斯为什么年年都能在核潜艇方面下饺子这两个问题。把话题说回我军上来，我军军费相比于美军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研发与采购成本合理。第一点，美军采购一架战斗机的钱能够我们买6到8架，美军采购一艘登陆舰的钱足够我军添加10艘同类型的重型战舰。在此般对比情况下，单纯讨论美国军费比解放军高多少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纵使美军军费是我国的4倍，但是在普遍相差8到10倍的装备采购成本面前，所谓的美军高军费优势也不过是空谈。根据过去中国防卫白皮书所透露的内容，我军装备采购费用对标整体军费占比是能够达到稳定的40%以上的。相比较美军那20%左右的装备采购费用占比而言，这一数字显然要高很多了。按照这一比例来进行大致推算，那么我军今年 1.55 万亿军费可被用来采购新装备的资金，保守估计也在6200亿以上。如果以单价超过6亿的歼20来计算，那么买它个1000架歼20也是绰绰有余的。另一方面，超过40%的装备采购费用占比与我军装备采购价格低廉的传统优势相加，对比研发成本、采购价格、装备费用占比都不占优势的美军而言，那么我军每年看似比美军少很多的军费，实际上能买到的同类型装备数量反而要比美军多得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军费年年占优，但新下水的军舰、新添置的战机总数却年年跟不上中国，在体量上不断被追赶，眼看就要实现逆转反超了。中国的军费真的是好钢用在刀刃上，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的花，而美军的军费则是刚好相反，大部分不是进了军火商和将领议员的腰包，就是被以各种项目失控的方式流失浪费掉。
可以说，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解放军发展速度比美军快，新入列装备性能比美军好是理所当然的。中国解放军军费规划本身就做得很优秀，但没有因此骄傲自大，而是不骄不躁，继续踏实迈进，稳步发展。美国国防军费规划本身就问题缠身一把抓，偏偏美国人还不思进取，不想怎么解决自身问题，反而有事没事就拿中国说事儿，把责任、黑锅、问题一股脑打包扔到中国身上。而致力于挖美国国防墙角的那帮军火商、将领、议员也从未停手。毕竟在他们看来，帝国家大业大，美军全球第一，我随便开点油水还能把帝国吃垮了不成？殊不知，当一个人这样想，人人都这样想，一人一铲子下去，把美军根基挖空，也不过是弹指一挥，数十载，连一代人都要不了。我们要做的就是踏踏实实按照既定方向走自己的，不受外界局势干扰。等到21世纪的全球局势如20世纪末再次迎来大洗牌，并用积蓄到位的实力去牢牢把握住届时的机遇集合。